这个变态心理属实不正常，居然打算等拿到100亿后就买一堆初中生给他们喂病毒。前情提要，沙老师被学生逼入绝对防御形态，动弹不得。神秘人趁机给学生们下毒，逼迫巫坚在1小时内将沙老师送到楼顶酒店。没中毒的学生们在沙老师的指挥下突入酒店，顺利解决了2名职业杀手到8楼音乐厅。然而刚在大厅里埋伏好，他们就已经被最后一名杀手枪哥发现了。子安5人，你怎么又在演变态？枪哥凭借着呼吸推断出了对方的人数和基本年龄，开了一枪恐吓学生们。要知道这座音乐厅可是完全隔音的，将他们一个个射杀都没人会发现。话音刚落，一颗子弹就从耳边擦过，素水因为紧张射偏了，枪哥立马打开了身后的聚光灯，刺眼的灯光让台下的学生无法看清舞台。枪哥的子弹穿过座椅狭小的缝隙射在素水耳边，他是军人出身，早就学会了判断敌人位置和枪的状态。沙老师被放置在前排靠近杀手的位置，反正他也不会被打死。素水位置暴露之后，沙老师迅速安排同学们互换位置，但同时沙老师的指令越多，名字和位置暴露的就越多，于是沙老师用学号和特征代替名字，这下杀手彻底陷入了混乱。之后就是千叶和素水的射击时间。在此之前，沙老师宽慰2人，他们因为今天狙杀老师失败一事质疑起了自己的能力。他们2人都很像，从不表露自己的想法，不找借口示弱，别人总觉得他们一个人也可以，所以总是把这种单方面的信任强加到他们身上，让他们一直独自承担着压力。但这一次不一样，要是他们射偏了，就让人和枪的位置再进行一轮洗牌。这里所有人都经历过失败，所以请放心大胆的扣动扳机，同伴就在他们身边。而就在沙老师化疗的这段时间，枪哥已经锁定了千叶的位置，只有序号12的人从来没动过，呼吸也异常紊乱，他只要紧盯那个地方就好了。沙老师大喊一声12，开枪射击，一个人影迅速冒头，枪哥二话不说对着人影一枪正中眉心。然而他打中的不过是个人偶，真正的千叶瞄准枪哥一枪射出，然而却无事发生。而正当枪哥得意的打算开枪，结果暴露的千叶时，一排吊灯砸下，正中他的后背。原来千叶瞄准的是吊灯的吊环。素水趁机一枪打落枪哥的枪，学生们扑上去将人五花大绑。吴坚看得心惊胆战，真亏沙老师能这么放心，无论是谁都会遇上数次破口而出实现巨大飞跃的机会，但是仅凭自己是无法实现的。迫使自己集中精力的强敌，能一起分享经验的伙伴，他能做的就是为学生的蜕变做好准备条件。千叶和素水此时的表情倒是比之前更像学生了。吴坚一招撂倒了一位看守，他的力量已经恢复了一半。虽然不知道那位幕后黑手是何方神圣，但是有一点很明确，他并不能善用自己手上的杀手。放哨和守卫可不是杀手的工作，那几个杀手根本没有发挥出他们全部的力量。也就是说，幕后黑手并不是杀手。而就在此时，朝田突然感觉到4板不对劲，他烧得很厉害，原来他也中了病毒，因为体力好才勉强跟上来的。吴坚带着学生们一路来到最顶层，使用手脚同鞭的步伐，悄无声息将幕后黑手包围。装着解药的箱子被安放了塑胶炸弹，他们需要控制住犯人，然后夺取遥控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坐在椅子后面的犯人突然开口，并扔出了许多备用遥控器，让人根本不敢轻举妄动。大家只觉得这个声音无比耳熟，吴坚早就猜出了这个幕后黑手的身份。带着国防省的保密费和暗杀运算一起消失的内部人员，被赶出一班的体育老师殷刚。现在的殷刚已经彻底变态了，他原本打算是要班里最矮的一对男女，也就是毛野和朝田乖乖送上沙老师的话，他就把沙老师和毛野一起扔到放满 BB 弹的浴缸里，用水泥活埋。顾及学生的沙老师无法使用爆炸逃离，只能乖乖等死。殷刚从被赶出一班后，就成了所有人的嘲笑对象。每当一想起当时发生的事，他的脸就奇痒无比，整日整夜的睡不着。他无法忍受这些学生带给他的屈辱，尤其是朝田，所以才特意嘱咐要朝田来。在自己制定的规则里输了，却这么输不起。学生对殷刚的厌恶又上了一个台阶。其实就算当时殷刚赢了，他们还是讨厌他。殷刚大吼着用一半学生的性命威胁，让朝田单独跟他上天台。解药在殷刚手里，朝田不得不去。朝田刚一上场，殷刚就炸断了通往天台的铁桥，然后逼迫朝田向他下跪磕头谢罪。他认为朝田上次之所以能赢，是因为用了卑鄙的手段奇袭。不是，你这人怎么能这么不要脸？也别管什么剧情杀了，我现在就冲进去给你一枪！哎呀，看得我气死了！朝田为了解药，老老实实照办了，被殷刚踩着脑袋羞辱了一番。然而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交出解药。朝田道歉之后，他居然当着朝田的面，一面描述中毒之人的死状，一面毫不犹豫炸毁了解药。欣赏着朝田绝望的表情，殷刚得意的哈哈大笑，回头看了一眼中毒的4板，朝田捡起了脚下的刀，浑身充满了可怕的杀意。发狂的朝田已经失去了理智，大家都很担心。虽然都希望人渣去死，但他们不希望朝田背上杀人的罪名。4板扔出电击枪，砸毁了朝田的理智，他本人也已经到极限倒下了。
就算是杀了那种人渣，对朝天也没有任何意义。但殷刚就是要激发出朝天的杀意，再和他打一场。只有用拳头彻底粉碎朝天的杀意，才能消除他心中的屈辱。在四板和沙老师的劝说下，朝天终于控制住了怒火，他将电击枪捡起来挂在腰间，上把在不出人命的前提下宰了那杂种。但没想到殷刚居然还有后手，他手里藏了备用的药，一旦朝天不真的想杀他，或者其他人妨碍，就毁了他们最后的希望。沙老师也是一脸冷汗，一旦朝天有生命危险，他让乌坚不要犹豫，朝殷刚开枪。朝天根本不是殷刚的对手，就算殷刚是个宰种，也是个武力高强的军人宰种，破绽少到任何奇袭都无法奏效，体格经验技术都在朝天之上。这场战斗完全是单方面的泄愤虐打。殷刚见朝天毫无还手之力，居然要把他的手脚砍下来做成标本。眼见朝天危险，大家都在催促乌坚开枪，但却被四板拦住了。别忘了，朝天还有杀手锏没用。之前罗维罗教给了朝天一招必杀技，发动必杀技必须具备3个条件：一、拥有2把武器；二、对方是个高手；三、对方知道死亡的恐惧。而现在3个条件全部具备。朝天再次露出了那副胸有成竹的微笑，不紧不慢地朝着殷刚走去，神秘的笑容让殷刚冷汗直冒，当时的恐惧再次袭上心头。罗维罗的必杀技很简单，时机就在进入匕首攻击范围的前一刻，越是接近，敌人的注意力就越是偏向匕首，这时放开匕首，让敌人的注意力一起停留在半空，紧接着双手合十朝向对方。明明是毫无杀伤力，甚至没有碰触到的一击，殷刚却感觉到一瞬的山崩地裂，他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向后倒去。朝天趁机抽出腰间的电击枪，对着殷刚一记电疗。他并不憎恨殷刚，反而非常感激他，感激对方让他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杀意，明白了绝不能抱有这种杀意，将他拉出杀意的同伴的珍贵，挨打的痛楚，死战的恐惧。既然要表达谢意，那当然要露出笑容了。此时殷刚的心理防线已经彻底崩溃，他满脸冷汗，面目狰狞地看着朝天，再次露出了可怕的微笑，在极端的恐怖中被电晕过去。朝天的笑将会成为他一生的噩梦。看着朝天顺利解决宰种，惊呆了的学生们欢呼雀跃，但是解药被毁，中毒的同学又该怎么办？而就是此时，原本被打败的3个杀手又找上了门。当然他们不是来报仇的，毕竟雇主都扑街了，而且根本不需要什么解药，因为他们中的不是病毒，而是食物中毒细菌，3个小时后自己就解了。殷刚让他们用的致命病毒他根本没用，因为殷刚从一开始就打算炸毁解药，他们可不想成为杀害初中生的罪犯。职业杀手可不是什么坏事都干的，但是又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，所以他们3个合计了一下，决定蒙骗殷刚。而且这次他们3个都没动真格，想要让他们拼尽全力杀人，那就赶紧成为值得暗杀的大人物吧。留下1颗子弹之后，杀手们和殷刚被乌坚叫人带走，中毒的同学们也都脱离了危险。一切完全搞定之后，已经到了第2天傍晚，学生们神清气爽，彻底恢复来到海滩。乌坚正不眠不休指挥手下将沙老师封进混凝土里，当然最后还是无用功。一阵爆炸过后，沙老师安然无恙地恢复了原状。惊险的冲绳岛度假已经过了2天，明天就该回去了，大家都抓紧着时间享受最后的狂欢。当然暗杀行动也不能落下。沙老师摸着朝天的头，你真的尽力了呢。一般是暗杀教师，他们是杀手，目标是老师。暗杀教室第1季完结。